这个拜师圣文全篇360个字，概括出了杜甫曲折的一生。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孔窑洞呢，就是杜甫当年出生的地方。咱们看到的就是杜甫和李白。因为此处是康家的财务重地，所以这个柿子挂在这里呢，就起到警示的作用。杜甫是谁啊？很简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唐朝的现实主义诗人呢。弘扬杜甫文化，也发扬诗圣精神。07年的时候，巩义市政府呢重新投资扩建了杜甫故里。现在整个景区的规划面积呢是248116平方米，占地呢是372亩，建筑面积是21606平方米。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我面前看到的是一尊杜甫的铜像。这尊铜像呢，整个高9米，最宽的地方呢是4.68米，选取的是杜甫青壮年时期的形象，就像大家再现了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和抱负。铜像下方呢刻的是拜师圣文。这个拜师圣文全篇360个字，概括出了杜甫曲折的一生。杜甫呢，他是公元712年出生，公元770年逝世，活了59岁。杜甫跟李白合称为李杜这两位呢，在中国史上啊，占有一时之地啊。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的文学跟日本的文学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啊，也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呢，也常常被称为史诗。杜甫早年生活的记载状况很少，都从他的诗歌当中得知。所以，咱你读册最简单的杜甫的诗呢，一定爱读到。而且呢，杜甫当少年时代就逐渐出国佚佗啊，19岁时阵呢，游览世界啊当时中国呢，当然呢不止一个星魂过来的星魂，也因为呢游世界，让他呢他的思想大开，让他呢见多识广啊，所以呢他才能写下非常多经典脍炙人的诗句。压力，性小更难丁。伏帖昨夜下，次选终南行。终南绝短小，何以？家别呢，顾名思义就是说没有家可别了。画面正中有2个人物，这个穿蓝衣服的，他是一个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死里逃生回到家乡的士兵，却发现家里所有的亲人都已经在战争中死亡了，就整个家族都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了。正当他打算要务农安生，要自己好好活下来的时候，穿黄衣服的，你看他配着个剑，他是一个官吏，他就找到这个士兵说：“你还要上战场上去，还要去当兵。”但是这一次，这个士兵在走的时候，在上战场的时候，已经是无家可别，无人可别了，就连个最后为他送别的人都没有了。所以说，就叫无家别，只能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上战场上去了。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呢，安史之乱呢，其实在中国在当时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场战乱而当时呢，杜甫赴洛阳然后呢也发生了安史之乱所以呢杜甫呢在中国算动荡的年代当中呢，才能写出这样子的诗句。我们面
面前看到的这孔窑洞呢，就是杜甫当年出生的地方。在这个窑洞这边住着呢。对，窑洞呢是冬暖夏凉的，其实住起来是很舒服的。看到最里面。然后还有的窑洞呢，叫做拐窑或者套窑，就像咱们现在住的套房一样。然后里面还分为有客厅，然后有这个房间那个房间的，然后还有这种窑洞叫拐窑套窑。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单进式窑洞，这种窑洞靠山挖的叫做靠崖窑。哎呦，靠崖窑，这中国这很多字句呢，在我们听起来呢，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哈。那杜甫他就在这一个地方，他的故里啦哈。但是他是的原籍呢，他的原来的籍贯是在湖北襄阳哈，生于河南巩县。今晚他来搞的所在，就是一生出来所在，但是也祖籍呢，却是在湖北襄阳啊。唐诗见证了唐朝的兴败。这边呢，咱们看到的就是杜甫和李白。然后两人曾经是见过面的，大概在30多岁的时候，两人在洛阳见过一面。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他俩见面的时候，李白呢是44岁，杜甫是33岁。他来到长安的时候才35岁。来到长安的第2年，公元747年的时候，当时唐玄宗举行了一次招考活动，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一技之能，都可以来京城来参加我的这次考试。杜甫呢就觉得自己文采非常好，于是呢就来参加了这次考试，但是结果却令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这场考试没有录取一个考生。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呢害怕从外地来的考生在考试的时候会说他的坏话，所以说呢他就建议说可以一级一级的往上选拔，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用都来了，你们先在自己的地方先选吧，如果有合适的，如果有文采的，再来这个京城来考试。所以说这一级一级选拔下来的结果呢，就是没有一个人考上。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李林甫当然要给皇帝一个交代。李林甫呢就上书给唐玄宗说，也无遗贤，意思就是说在朝野以外就没有可用的人才了。唐玄宗当时对于这样的话是半信半疑的。这个李林甫呢就给皇帝说，只有朝野之外没有了可用的人才，这才说明皇帝治理得非常好，国家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所以说最后唐玄宗听信了李林甫的这样一句话，这场考试所有考生全部落榜，杜甫也在其中。杜甫来到长安的第一次考试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败了。失败之后呢，杜甫又非常想要做官，于是在接下来的748、749、750年这3年的时间里，杜甫不断地向一些达官贵人、赠池献赋，来求得他们向朝廷为自己推荐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效果都并不是很理想。直到公元751年，这个时候杜甫40岁了，他终于得到了机会。唐玄宗呢举行了一次祭天活动，就祭祀天地来保佑自己。杜甫呢得知了这个消息，提前呢进献了3大杜甫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官叫做河西尉。这个河西尉呢是一个9品的官，这是唐朝品级最低的官。最低的就是9品的，最大的不是1品的吗？对，9品的官。这个官职呢，这个河西尉其实就是说给长官拍马屁、鞭挞黎民百姓的。杜甫并没有接受，杜甫就想朝廷能不能再给我改一个职位，还没想到朝廷还真给他改了，把这个9品的官改为了右卫帅府州曹参军，这是一个8品的看朝门的小官。8品的虽然说官也非常小，但是毕竟有一家人要养活，所以说杜甫就接受了这样一个8品的官职，就是给看朝门的、管兵器的。杜甫在长安待了10年，最终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官职。得到这个官职之后呢，杜甫就前往凤仙县省亲了，就写下了那首《自京赴凤仙县咏话500字》。杜甫的小儿子就在这个时候被活活饿死。写了那3大礼赋呢，深得皇帝的欢心，所以说当时这些很多大臣都想知道，写那3大礼赋的杜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写文章到底写得怎么样。所以说杜甫当时来集贤院考试的时候，里3层外3层都是这些为官的大臣，想要来看一下杜甫考试。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杜甫对于自己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其实是非常骄傲的。但是这个机会放在当时社会混乱、朝廷腐败、皇帝昏庸的情况之下，对于杜甫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作用，而且是主考官是李林甫的情况之下。这个李林甫呢，前期不是说了也无遗贤，就是外面朝野以外已经没有可用的人才了。如果这个时候再把杜甫招进来，那不就是推翻自己所说的话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无论杜甫这场考试考得怎么样，李林甫都是不会把杜甫招进来，非常大的帮助。可是杜甫到了长安没过多长时间，他的父亲杜贤就去世了。杜甫就没有了经济上的来源，所以说呢，当时只能是依靠一些朋友的救济来度日。有的时候呢，他还要到山上采草药，拿到集市上变卖，来换取钱财维持他的生活。到了一个叫做康百万庄园，这个庄园呢建在明末清初，那现在呢，这一个庄园家族啊前后12代的人，拢到这个庄啊来这生活，他们跨越了明朝，跨越了清朝，跨越了民国3个时期，长达了400年。占地最初的半山腰一直扩建到山顶，建造的方式是一个典型的17到18世纪。黄土高原上的封建堡垒式的建筑，这是它最特别的一个历史。内容呢是说，正是商民皆赤子，无论是之巨细，俱当代为赎仇。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商人还是农民，都是我的子民。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都会仔细的去筹划，并一视同仁去对待。康熙皇帝在位61年，一生呢要完成3件大事：撤藩、治理黄河、大力发展漕运。康家12代庄园主康大勇，也就是抓住了康熙皇帝在位重视漕运这个契机，把自家生意的事做到了全国。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客厅呢，是被隔断分为内厅和外厅。内厅里边就是商量重要事件所在的地方，外厅这里就是接待一般的来访客人。康氏家族发迹建在贩售私盐啊。明朝时期，康家第6世祖康绍敬在地方的水陆交通、盐业跟税务等方面呢，取得了要旨。这大家都知道，盐这个物件呢，以前是政府掌控所有盐业来龙去脉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人体不可缺少这个盐。煮饭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常常需要用到腌制啦，拢要用到盐。所以盐呢，已经是经过控制的。明代一定允许私人贩售盐业，就跟这个台湾一样。早期的油是不能够私人贩售的，到后来呢，能够有其他的油品去经营油其他的经营者呢去经营油卖油像油商一样现在的台塑啦等等盐业也是在明代变成了私人贩售。现在我们就回过头看一下头顶上方的柿子，因为此处是康家的财务重地，所以这个柿子挂在这里呢，就起到警示的作用，警示工作人员要谨言慎行，仔细认真，不得马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才会有了这个康百万庄园康氏家族在清廷在明朝时期呢，除了贩售盐业之外呢，到了清朝时期，还在呢清廷镇压白莲教之际，通过各种手段取得了长达10年跟布有关的军需品订单。在之前，康家还垄断了陕西的布市，同时康氏家族呢又常造船业发财，靠土地致富。所以从古至今，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多人常常讲这个家族如果富，他富不过3代
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哈，你看他现在在仿造哈，这不能仿造了，把之前的这个金银财宝的东西呢，把它封存了下来，让大家看哈。这基本不是金啊，那金啊炸的青料一样哈。那你可以发现到一个重点哦，他这个仿造了之前的这个他们家族有多么有钱。从古至今都有一个情况哈，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要太过于腐败的家族哦，你真的哈富一代传一代，富一代传一代，尤其是几个了，包括炒土地啦、造船啦、丁啊，这些东西呢，都是致富的关键之一。以前是，现在当然也是啦。现在的社会里，你的造船、炒土地的一样是发达的哦。尤其是康家的船行6河，因为船啊造6个河，黄河、淮河、洛河，等等呢，船只呢，当时最高的时候达到3000多条哈。它的土地、它的商铺遍及了附近的卢、陕、豫3省呢，8个县呢，非常的多。就是可以说，当时它的势力范围非常非常的大，已经到达富可敌国啊！在1773年跟1847年，分别还收到了来自清廷跟同乡送的良田1000亩的这个牌匾，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的顺口溜。所以你看这个多厉害啊！尤其是到晚清时期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逃离北京，前往西安。又返京，路过巩义的康店镇的时候呢，被称为呢豫商第一人的康家掌柜呢，雪中送炭，当时呢，向这个清朝政府送上了100万银两你就知道了所以从此之后，慈禧太后一句没曾想这山沟里还有个100万之家意思就是说，当家偏僻所在，各家有钱的人，各100几万银两的人家呢，从此呢就广为流传，而康氏家族的庄园呢，就从此在慈禧逃难被赠予100万银两之后呢，这里就变成了康100万的封号，康100万变成了这个庄园主人康氏家族的统称，所以咱今嘛来搞叫做康100万庄园。植物能够长成树已经是非常的罕见，而像这样一棵翻墙而越覆盖2个院落的葡萄树，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每年的7月中下旬，咱们庄园内会举办声势浩大的葡萄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葡萄树啊。目前的康100万庄园呢，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呢，分成在上住宅区、在下住宅区可以把自己的家族搞到大成这样子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他们这个所在呢，它等于是呢，可以说是一个社区了里面有花园啊、账房啦、33个院落、53座楼房1000几间的房间73个窑洞这是山西乔家大院的19倍，所以啦重点就是这样子在中国当时这么庞大的地方呢，你觉得呢？到底有谁知道康家田呢？康100万的庄园呢？太多了，连这个皇上皇太后逃难到这个地方才会发现所以呢，地方财富呢，人人都有，有一些是隐性的，有一些是显性的所以这嘛是我常常讲的出国来的旅游很多的人会把服务业会把这个旅游业当作呢缴钱老子最大我告诉你缴钱不是你最大任何一个行业，包含服务业，都有其尊严性在这里绝对不是你缴了钱你是最大的每一个人他对你的服务不是与生俱来应该的应该是以尽伊的服务能力他做他该做的事情，人给你给服务的，你要心存感激；人原本无需要给你给服务的，你唔免感觉这
伊是服务不好，这是应该爱要求的，无啥相共哦。所以呢，尤其是呢，13还有13高哈，不要老是看人家无，看人无哦，跟你有钱就看人家贫穷低落就看不起人家。所以常常有时候在国外，你会看到了一种局面哦，就是到落后国家，他用比较比说，哎呀，这种地方很差劲哦，没有他的差劲，如何显现出你的高贵呢？所以我觉得人生而平等呢，不需要这个样子哦，尤其是对于旅游上面，我更是看得很清楚哦，大家一视同仁，缴同一个经费来到这边，不要用你个人感觉到，我觉得该怎么样哈？你的个人认知，甚至你个人认为你缴了钱你就该怎么样，大概叫卑贼哈，不要有上下之分或尊贵之分，这样比较不好。是出现了一个彩虹哦，彩虹。然后呢，这个还不算，待会儿出来的更明显，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有啊，看到没有？哦，是不是很明显？为什么出现彩虹？给大家说一下彩虹出现彩虹的几个先决条件。第一，雨过天晴，对。第二，要有水汽。彩虹的原因是什么？形成的原因是通过水的折射出来的颜色。那在我们这一天拜祖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什么呢？没有任何下雨，空气的大家知道我们这边比较干燥，也没有说空气湿度达一定要湿度。结果呢，竟然干嘛呢？竟然出现了彩虹，我们出现了2次彩虹，所以我们认为那个时候是老祖先显灵喽，哦，老祖先显灵喽。姓氏最早的起源是部落的名称跟部落首领的名字，以最主要的辨别用于部落当中不同氏族的后代最早的时期呢，姓跟氏是不同的，姓产生在前，氏产生在后。姓的本意是女人生的子女，在上古社会呢，中国是属于母系社会，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子女的姓是随着母姓的姓而改的所以呢，这些义景姓跟氏它是分开的尤其是在周朝，贵族除了有姓之外呢，还往往以国、以官位为氏在夏商周3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用来区别开来。一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宋法制度才瓦解所以姓氏的由来是如此。而收益义景同姓之人被列为禁忌，不能结婚。直到现在，姓氏一样的人才慢慢的合在一起才可以结婚。当然很多人还是对于姓氏这样子的方式结婚呢，会很讨厌。而姓氏在现代汉语当中也是一个词。为何去讲了姓氏呢？因为我们来到了黄帝故里，黄帝武帝之首，中国的神话人物，中国历代的皇帝都为皇帝啦，对这个皇帝设祭陵，取得象征的统治正当性中国最早的祖先所以中国远古传说的三皇与武帝，我们常称的炎黄子孙，源自于呢当时的皇帝跟炎帝呢2个人呢一起合并结盟对抗蚩尤然后呢展开了阪泉之战后来皇帝取得了胜利那最后皇帝在逐鹿之战当中擒杀了蚩尤，随即呢就统一各个部位，而他所留下来的就是炎帝跟黄帝的子孙，所以我们又常常称为炎黄子孙或是炎黄后裔，原因就来自于这里这嘛是皇帝、皇帝啦，是所有人的祖先相同的意思。所以现在叫拜祖大典，就代表了呢皇帝、皇帝、皇帝嘛会使这个人上早就是
咱的祖先就对啊哈。那当然呢，咱的祖先了呢，包括这个皇帝伊呢制定的立法啊，然后呢教人民生活煮饭啊，关心算月等等哦，很多情况，而且呢，皇帝共有25个儿子，其中14个人呢，他有视他姓氏哦，让他册封得到姓氏。所以很多人说，皇帝的子孙呢，就经由这些姓氏呢，慢慢的流传了下来，而他也就是中国最早姓氏的发源，也是中国很多姓氏的来源。所以你来告皇帝故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附近有所谓的百家姓哦，原因就是这样子。很多的人祭典都一定会回到郑州的皇帝故里啊，它也被列为是最早的华夏发源起源地。所以这样了解了，每一当皇帝的故里都会有一个祭祖拜祖大典，也被中国的国务院列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哦。历代每一个皇帝都会来到皇帝的故里来去祭拜祖神哦，所以咱讲炎黄子孙的道理就来自于这边啦。来，咱今麦去来到的是郑州花园口的黄河游览区。在中国与世界上只流经一国境内的第二长河，仅次于长江，也是世界上第6条长的河流。中国有2条的母亲河流发源自中国的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了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最后在山东注入了渤海。黄河的源头就来自于青海的巴颜喀拉山的雅拉达泽峰，他们这里所在经过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等等黄河这条河流也等了总长你知道吗？有3472公里，3472，台湾由南到北500都还没超过吧3472，哇塞，真的是真的是长了台湾由南部的高雄到台北呢，500都还没超过，哇，这个光是这里就3472，所以你就了解到它有多么的浩大世界第2长了那黄河游览区位于郑州西北30公里处，这个所在呢有北黄河跟岳山那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可以让人观赏的一个风景区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一个中国民族他们自己最骄傲的一条河流，是也该骄傲了因为真的这个黄河这一条河流实在是太长了你看看3000几公里347公里算是很长的河口镇是河南郑州的桃花峪间，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郑州这一块区域是黄河的中游河长呢1200多公里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呢，桃花谷以下为下游700几公里黄河呢它是纵横线的但中国的东边跟西边流域是东西两边呢长达的1900多公里南北的宽呢1100公里，它这个面积实在太大了黄河之所以因为称为黄河，是因为呢它从源头流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河段流经了中国最有名的黄土高原，在这个黄土高原当中流经它的时候呢，支流带了大量的泥沙，使得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所以你看这真恐怖在这个这么黄的黄河里面呢，基本上从黄土高原那边出来的黄河呢，生物生存是比较难一点的。当然，中国的历史上就以黄河跟长江这2条呢，作为中国历史的发源2条河流。
们现在又来到了郑州的另外一个景点，它是城隍庙。来，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没有纪信就没有我刘邦。因此，在很多地方设城隍庙，城隍要供奉祭祀，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祭信，然后里面呢还有城隍爷、城隍奶奶，这都不用说了，我们主要是祭信的。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明代到现在保存下来的非常完整的明代的。对。郑州的城隍庙是中国目前境内最大、保存最良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哦。这个保留了原本的建筑的形啊，是河南省上重要的文物。当今内底呢，包括了大殿、前殿、四楼等等呢，这个城隍庙是上界完整的哦。城隍庙呢建成了，每一档呢，甲所有的所在相共吼，所有城隍庙拢每一档会举办庙会。这里是郑州的商城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的郑州市，是南代都城的遗址，距今呢也有3500年左右的历史了啊。郑州商城呢，是一个非常具有古老、具有年代的一个城市哦。但家你会使发觉哈，郑州的商城遗址呢，它其实是在1955年呢被开凿出来的哈，对这个古县城北关一带呢，开心的挖出来哦。这个峡呢，这个商城遗址呢，你看有没有南北北边的城墙有1600多米哦，它这个长大概有1800多米。在城墙的四周共发现大小不等的缺口，在一类有可能是东西的城门呢。城墙的建筑结构呢呈现梯形哦，墙体呢有城竹墙跟护城坡哦，安内分辨哦，你去看。这就是3000几年前挖出来，到处都是牡丹花啦。是建得非常漂亮的，待会儿咱们大家可以上去看到这个金蛋了没有？金蛋了没有？这个金蛋楼这个金蛋楼是艺术中心，它总共有5颗，从空中俯瞰像一个蝴蝶一样，就叫艺术中心。它干嘛的呢？艺术中心呢，主要是一些音乐厅的部分。然后呢，那个高高楼是我们郑州市最好的酒店，超5星酒店，JW 万豪。2700年的排箫，乐器里的排箫。这个呢，金蛋呢出土于河南6000多年的陶埙，埙大家应该知道吧？埙圆圆的。这3件呢乐器组在一起，变成河南的艺术中心。3件乐器为什么呢？为灵感。这个骨笛8000多年的，厉害在哪里？出土于河南哦，它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这就是现在与过去最美丽的结合。当你来到了这个区块，你会发现到，你看前面这边是后现代中国经济傲人的证明。他们在各个地方新建起这些摩天高楼大厦，最新颖、最好的建筑，盖在中国大陆的新兴区。但相对之下，在很多的地方，你也看得到这个4、5千年以上的文化就停留在这个地方。